青涩。转过身，那一刻，看见梦想闪耀，七彩绚丽的颜色。带着初心，我们迎向未知和曲折，内心中有忐忑，用自信和微笑躺平现实的皱褶。曾经在迷茫中失去方向的那一个，总有一天会看清楚如何选择。穿了就是和爱的人经历人生，紧握不起是你让我变得完整。成败乐事让生命更加丰盛，来为自己骄傲，快放飞吧，我的青春。上一次的拍摄，周子墨就表现得很一般。如果他再表现不好，那他就不用再参加专属 model 的选拔了。你再看看人家小莫的模特，她的 pose 呀就没有重样过。你也可以的。你为什么要去那儿？我是去考证那个幸福塔的，其实它的本名是叫三圣塔。在我的书里，它就叫幸福塔。于英之老师刚刚跟我打电话，说要从我们这儿撤稿。哎呀，我不也是为了让这次校对更完美一点，不要留下什么遗憾吗？收拾东西，走人！自己想，该怎么办？李潇这件事情处理的的确欠妥当，但你至少应该有所预料吧？我有所预料。你告诉我，我怎么预料？他能把一个作家给搞跑，这是什么校对？我没有见过这样的校对。那当初还不是你偏要他做云芝老师的校对？我问你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，你给我故弄玄虚的，不是你什么情况啊？啊？哎，你跟我说说，你说说，咱们一块儿想办法嘛。我一开始让他做我的校对，确实有我的考量，但是能想到他不受控，他完全就不受我的控制。不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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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说了，我先上去，领导还等着审问我呢。抱歉，又打扰你了。因为最近碰巧接触到了一些模特，也看到了他们的工作状态，所以想起了你之前跟我提到的那个朋友。我承认，以前对他们的职业有些偏见，但仔细想想，在 T 台上的光鲜亮丽背后所付出的一切，恐怕也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的。虽然我依旧不愿意你拿他跟我来做对比，但从今天开始，我会认真考虑你之前的所有建议。
那些建议无所谓了，以后你也不需要再跟我沟通工作上的事情，因为很快我可能就要离开东凡出版社了。加油吧，雷阳。你在哪儿？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约你来这儿。没关系，本来我心情不好，也想出来走走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得吃点刺激的心情才能好点。就像这个，越辣越过瘾。本来我跟同事打赌，为了这次我顺利完成工作，他要请我吃这个。没想到输这么彻底。你还没输呢，你不是还没辞职呢吗？很多事情它重要的并不是这个结果，而是过程。就好比我呀，是一个模特，但是呢，我在镜头前面却一塌糊涂的。我甚至有想过要放弃，但是有那么一瞬间，我觉得不行，我不能放弃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让我那么一瞬间不由自主有了自信。你多好，不像我，就算失败了，也有我给你垫底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想说，是你给了我勇气，是你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情，它重要的并不是结果，而是这个过程。你怎么享受这个过程？你不要去质疑你自己，你的乐观，包括你的执着，是你最宝贵的东西。可是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如果你是好心办了坏事的话，那我觉得不要紧了，你跟对方解释清楚就好了。别说没机会，机会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。别辜负我们对时光的约定。小姐，我劝您还是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，要不您直接联系一下云直先生。我已经联系过他了，但是他没回复我。没事，我就在这儿等吧。云直老师。小姐，您不能这样，没有云直老师的邀请，您是不能进去的。云直老师，我知道您是生我的气，但是请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？您不能随随便便撤稿子，难道著名作家就能欺负出版社吗？云直老师，进来。
你认为我这么做是在欺负出版社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云芝老师。如果我做错了什么，我向您道歉。但是您能不能告诉我，我到底哪儿做错了？好，我现在就告诉你错在哪儿。你失了分寸，懂吗？我知道了。那就是因为我去考证了幸福塔吗？可是我的本意是为了工作呀。云芝老师，我是校对科的一个新人，我是第一次接触到您这么重要的作家，所以您的作品对我来说有多大的意义，我相信您是可以理解的。我也是10000个小心，在校对的过程中，我不想出现任何的差错。我承认，我是很较真儿，但是我真的没有任何想要冒犯您的意思。身为作者，我已经反复地告诉你，我不会修改幸福塔这个名字。可是身为校对，我也必须要有义务地提醒您，这么做真的会让读者误解的。我知道，幸福塔一定有它的来历，要么就是背后有什么故事，要么就是对您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可是您一直在回避。你现在已经不是分寸的问题了，你在窥探我的隐私。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。云芝老师，其实今天我来，我并不奢望您能够原谅我。您做任何的决定，我都接受，因为我也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。但是我们抛开校对的工作，我站在一个朋友的角度上，不，我站在一个读者的角度上，我想说，既然您能够把幸福塔写进作品里，那它一定是您在意的东西。既然您这么在意的话，为什么不把它表达出来呢？如果这背后的故事能够打动您自己的话，那我相信也一定能打动所有人的，对吗？还有，你小说里那个小镇，你有那么多年没有回去了，你是在逃避什么吗？因为工作，我仔细地通读了这篇小说。我总觉得您还有一些话没有说出来，因为我在字里行间，我能够感受到您有遗憾，有失落，也有心有不甘。所以我就在想，你写这篇小说，应该是在回忆过去。那回忆过去的话，其实就是想回去看看的。那您为什么不回去呢？我去找韵之老师了。我是去道歉的，没道好。你怎么说的？我好好跟他说的，就是态度有点强硬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我说，他听。哎呀，我现在也记不清当时说什么了，就是
态度有点强硬。我说你这姑娘怎么这么轴呢？漂亮，我挺两一下。陆浩辰，别瞎起哄行吗？主任被领导找去谈话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为什么？说明这事儿很严重，搞不好我们校对科所有人都得受到牵连。为什么呀？这个事情是我自己引起的，肯定是要我一个人承担啊！我肯定不能拖累你们的。李笑，回来。我跟你说话，回来。主任跟吴玉正在处理这个事情，他说了，今天一定会有结果的。我希望你下班之前能安安静静的坐在这儿，哪也别去。可是什么？现在这个局面，牵不牵连谁，是你能控制的吗？之前你也想干什么，没人阻拦你。当然了，就你的性格，也没人拦得住。可是你现在只能选择坐在这儿。有什么变化吗？依然如旧吧。真是没想到，这儿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。这些年我一直在想，你什么时候会回来？直到有一天，我知道你已经成了一个有名的大作家，我就不再抱这个希望了。这10几年，其实我也一直在等自己有了足够的能力，再回来面对这儿的一切。这人呐，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。看来，你是自己把自己给说服了呀。哎，前几天这里来了一位姑娘，谈到了你的新书，说你在里边有写到了这个小镇。是的，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有能力了，所以一气呵成就把书给写了。等这个书写成以后，我的确有一种被解脱的感觉。可是那个姑娘，她看出来了。她通过一座塔的名字，看出我在回避一些东西。回避，说明我还是没有放下，我还是没有足够的能力。所以说，它不是个好作品。它应该是个好作品，只不过在你的心里，它可以变得更好。哎，来，茶泡好了，
尝尝吧。把手机给我。干嘛？别告诉我你没有微信啊？笑什么？你竟然也会微信？什么情况，同志们？到点了，该下班了。主任，你带我去见一下领导吧，这事儿是我一个人引起的，我不能连累大家。见领导干什么？你以为领导也是不下班等着让你见吗？行了，李夏，事已至此，我只想跟你说，不管你以后干什么工作，去哪里工作，都不要忘记这次的教训。社会、职场，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，不是你想干嘛就干嘛，你想怎样就怎样，明白吗？好好历练吧。把东西收拾收拾吧。行了，李笑，你别收拾了。云芝老师改变主意了，他不撤稿了。真的假的，主任？他感谢你，感谢你给他上了一课，尖刻而又温暖的一课。再吼一个，你再给我吼一个试试。还哭鼻子呢。告诉你，于英之老师马上就要见你，妆哭花了怎么去见？站住！知道去哪儿吗？云秀芳。谢谢主任。你这个人真没劲。云芝老师，都说从这儿一直往东，能看到这个小镇最美的夜景。的确，幸福塔
就是三圣塔。我用这个名字，是因为我想给自己留一点空间，因为这里承载着我许多的梦想和铭心刻骨的记忆。爸爸，你看，爸爸，你看，啊，那座塔叫什么呀？哦，三圣塔。为什么叫三圣塔？因为这座塔里供奉着3位圣人。3个圣人，有的高，有的矮，像爸爸妈妈和我。哎，嘿，你这一说，我觉得真有点像一家3口啊。嘿，这么多年，我怎么没发现？就像咱们家一样，老师刚教的幸福歌。你们的幸福就是我们家吧？那我们就叫它幸福塔吧。这个名字只有我们3个人知道，好吗？好啊，好啊，幸福塔。那我们以后天天来这里看幸福塔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原来是这样，那这么美好的记忆，您为什么不愿意写出来呢？后来，我的妻子患了重病，住院费、手术费都很昂贵，我负担不起。在那个大家都纷纷下海经商的年代，我并不想随波逐流。我求你件事儿，你看你能不能赊个7、8万块钱呀？你看你能不能救个急？就这样，他的病一拖再拖。我虽然着急，但却无能为力。不要再喝了，你要是倒了，你们家整个就垮了。我只好用写作来麻痹我自己。他病危那天晚上，我在素溪书房喝得酩酊大醉，不省人事。他带着悔恨，带着遗憾，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而我是她的丈夫，是她孩子的父亲，竟然没在她的身边。对不起，云芝老师，我不知道您还经历过这些，但是我相信，当时那样的情景，您妻子一定会理解您的。就算她能理解，有一个人永远不会原谅我。您是说，您的儿子吗？所以我用了幸福塔这个只有他看得懂的名字。我之前的回避是因为我并不知道该怎么表达，我甚至会想，这一辈子他都不会去看我的作品。云芝老师，对不起，我得再次向您郑重道歉。因为我的自以为是，差点毁了您的良苦用心。别这么说，要不是因为你的执着，我也不会有面对过往的勇气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把幸福塔的约定写到故事里去。你的工作完成得很出色。谢谢你，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让你虚惊一场啊！大老远把你折腾过来，总不能饿着肚子回去吧？今天晚饭我招待。不用了，这我怎么好意思？得了，现在就不用考虑分寸问题了，这是我的诚意。今天就不喝茶了，你我小酌2杯 ，OK？ 好啊。没问题，一定奉陪到底。
好样的，李笑。虽然过程曲折了一点，但是结局还是很棒的。那当然，主任，要我说，以后这种大师的作品就全交给我。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得陇望蜀啊！你什么意思呀？就是得寸进尺，贪得无厌呗。你们这个季度能不能表现得不要这么明显？也不知道那天是谁被吴玉吓得哭天抹泪。梁子哥，你不要跟我提那只臭乌贼啊！我还没找他算账呢。找谁算账？那个吗？我是来拿稿子的。对了，姓名，继续，使劲儿，多切几刀，多剁几刀。哎，别那么变态行吗？正常一点。吴玉，事已至此呢，我是希望你能够长一个教训。社会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，以后不管跟谁打赌，一定要记住，愿赌服输，摆正心态。老板，再加10个。好，你吃得完吗你？吃不完我看着。老板，烤。好，不放辣啊。好，当时真该就让你。你不用吓唬我，我来东房本来就不是为了当校对的，我的终极目标是瑞莎，时尚编辑。身在曹营心在花园，藏得够深。谁藏？我一直都没藏，主任他们都知道，是你自己观察屁事。老板，多放辣，辣椒。还时尚编辑，你现在能在当校对，就该谢谢我。要不是因为我跟云芝老师的关系啊，你现在早就……你得了吧，云芝老师是被我的真诚打动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不信，你发微信问问他。哎呦，忘了。你没有谈微信，对吧？行，放辣椒。今天我输了啊！你说什么都对。哎，老板，把这也烤了。乌贼，问你个事儿啊，云芝老师跟他儿子是不是关系不太好？怎么了？他说他儿子会怨恨他，但是没有多说。而且他书里每一个角色吧，好像都没有一个是按照他儿子原型做的，所以我就觉得他分寸，不该问的别问，老不长记性。不知道你就说不知道，提什么分寸呢？我再问你个事儿，当初磊阳的书你死活不让我校对，现在云芝老师的书你死活就要让我校对，这为什么？行吧，事已至此，我告诉你也没什么。每当拿到一部作品，它的作者是谁，他是什么风格，包括他找什么样的校对，整个这一系列的事情，都凭我心情。老板，再来10个。好的，好的。哎，你别，20个。可以，过分了啊！30个。好，老板。包圆2个半。够了。磊阳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今天终于完成了云芝老师书的校对，不用离开东房了。说不定以后咱们还会有工作上的交流。这次主动给你发邮件，是想和你说一声对不起。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秘密和属于自己的空间。我之前对你的言语很不恰当，在这里正式和你道个歉。
好久没联系了，怎么会突然和我道歉？你这样，我都有点不适应了。还是比较习惯那个伶牙俐齿的九子专家。可能是因为我有喜欢的人了吧。是之前你和我说过的那个很帅很有才的模特吗？对，他是我见过最帅、最聪明的模特。用了吗？你要是下午表现好，这个品牌赞助你，你就厉害了。周子墨，鸡蛋都吃完了，别剩。我早上有个会，你吃完呢就去健身房，下午早点去，多留点化妆时间，千万别迟到。夏凡，我有点紧张。你就当下面的人都是鸡蛋，把我们之前排练的完成就行了。今天是内部秀，也没有多少人，就是一些同事和赞助商。加油，我相信你。你这纯属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你之前拍照也说紧张，但是我觉得呈现的效果很不错啊。宣传照已经出来了，我现在就发给你，你自己看看。所以啊，不用担心，就把之前排练的做好就行了。看吧。加油啊，周子墨！副刊的提案在总编那里已经通过，在这一次的客户答谢会上，我们将会正式公布这件事情。所以男模走秀的环节至关重要，我们要让客户充分的了解他们，并根据他们的态度来制定和规划男模概念的走向。这一次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，我们是第一次在答谢会上做这个走秀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。小莫，
由你负责现场所有调配，下凡由你负责所有男模。这一次的客户比较重要，也由你来对接，其他人全力配合。OK， 散会。看来你抓紧时间对周子墨的训练了，不然到现场出了任何问题，我可帮不了你哦。小凡，我刚刚去找你呢。什么事儿？哎，听说瑞莎要办一个内部答谢 party， 还有走秀环节。给你商量个事儿。说。哎呀，就是，既然是内部走秀的话，我能不能回去看看？夏凡，我真的已经好久都没有回瑞莎了。我现在在校对课工作，我一点动力都没有了。你要是回去，你会碰到 Amanda 的。碰到就碰到了，我是去看秀，又不是去看她的。再说你给我留张票，我就从大门大大方方的走进去，碰见谁都无所谓啊。行，给你一张票。艾米，你要不要？我不要。晚上我和小陈一块吃饭。哎呦，哎，给你推荐一家店，烤乌贼巨好吃。说我什么呢？哈哈，吴大编辑啊，夸你呢。你现在会夸我了？夸我什么？吴大编辑，您的快递。哎，艾米，我正要问你，为什么现在我的快递单独送到你这儿啊？以前不都是你分类送到各部门吗？我怎么知道？黑夜里的星光，像你眼睛明亮。我在人海茫茫，寻着他的方向。有时不眠晚上，想你笑的模样，印在我的心墙。爱情从天而降，去追梦的路上，有你走在我身旁。确认过的目光不会心慌。有疯狂，有风浪，才懂爱有多滚烫。一起去守护时光，我们心扉